奇变偶不变，符号看小界。高数真难熬，期末全靠抄。我操，老秦，真的是你！老周，咱哥俩居然真的一块穿过来了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！就凭你这化工系硕士的硬核手艺，先搞提纯，后炼钢，玻璃藏造下南洋，左手火药，右手枪，大烟科技我称王。再配上你这华尔街金融狗的黑心肝，先搞垄断后放贷，收割世家当韭菜，左手杠杆右手卖，满朝权贵全倒台。咱们兄弟双剑合璧，这天下直接无敌。不过兄弟，当皇帝天天屁一转，起得比鸡也睡得比狗晚，容易猝死啊！对，咱俩是来讲伪享受的。咱们定个小目标，就地圈地盖房，白天勾栏听曲，晚上纸醉金迷，这才是穿越者的正确打开方式，完美。哎，造孽呀！年纪轻轻的脑子就冻坏了。哎，这半块饼给你们，别死在老子的地盘上，晦气！这老登懂个屁！这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？不行了，豪情壮志不能当饭吃。老秦，你那防风打火机呢？拿过来，咱们先生个火，把窝头烤分了。烤个毛线！穿过来时全掉黑洞里了，现在兜里一根线头都没有。不是，你堂堂化工系高材生，弄点发明创造啊！刮树脂提炼青霉素，搓无烟火药啊！我提炼你二大爷！老子搞化工是需要通风瓶、离心镜和反应风的。现在这荒郊野外只有一地狗屎和血水，你要不要我给你合成个毛细弹炸死你？不对啊，你这玩金融的，你去城里搞古代版庞氏骗集，忽悠首富的钱啊！大哥，庞氏骗集也得有皮囊当新人报数啊！你看我这身打扮，风一吹屁股都漏风。去搞非法集资，人家能直接把我摁狗头铡上当场批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真去讨饭？讨饭也得讲究地段和城流量。走进城，去城里最繁华的十字路口，咱们要做古代大烟 CBD 商圈最拉风的要饭合伙人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谁能把我这筐烂泥碎风亚挑干净，赏肉包2个，挑不干净赔10文。2个肉包，可咱们连10文押金都没有啊！兄弟，知道什么叫化工系的降维打击吗？哎，你这要饭的干什么？疯了！我这蜡全毁了。蜂蜡密度小于水，泥沙密度大于水，让水飞一会儿。这怎么可能？李师傅用镊子挑了半个时辰，你一盆水就破了。拿来吧你，肉包子归我。还有这些没人要的蜂蜡残渣，以及旁边那车废弃的花饼，我全带走了。那都是没人要的垃圾，你们拿去干嘛？垃圾在我们手里，这叫垄断大烟女性消费市场的绝版印钞机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大楚第一支纯植物萃取高保湿固态唇膏，不用水化，不用手抠，涂上它，你就是临安城最靓的姐。呸！什么唇什么膏，不就是一截破竹子装了点红泥巴？正经人家的姑娘，谁会在大庭广众下抹胭脂？不要脸的小浪蹄子才买这个。我就说你的下沉市场策略不行。这胭脂怎么连个盒子都没有？这怎么用啊？这位小姐，咱们这叫口红。您看，不用手指抠，不用水化开，直接往嘴唇上一抹，绝不沾手保湿。您试一点。哎呀，快走！你看这俩人穿的跟叫花子似的，来历不明的脏东西，当心烂了嘴。1天了，一根没卖出去，伟大的商业天才，咱们的午饭呢？产品没问题，痛点也抓得准，就是差了点权威背书。什么书？菊儿，快点吧，前面催场了。秦川，你知道在咱们那个时代，什么人带货最快吗？网红、大明星。走，带你去找咱们的第一个代言人。菊儿，前面楼都敲过2遍了，这胭脂干的直掉渣，怎么上妆啊？不用水化，不用手抠，试试这个。你们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救场的人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姑娘，借您朱唇一用。这也太快了，而且一点都不干。好东西，等我下场重重有赏。小兄弟，你这主管胭脂当真是个神物。我们角儿在台上一亮相，那嘴唇亮的，底下的看客都在打听。你这桶我全包了，开个价。不卖，嫌少，1文钱不要，这桶全送你。以后戏班的口红，我周某人全包了。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？你要什么？我要你们戏班所有角儿，只要上台必须涂我的口红，而且只要有人问，
就得告诉他们这是周家铺子的专供。你这是要搞明星代言？这叫流量密码。你瞧见没有？苏老板今天的红唇油润润的，连唱了3段戏都没掉色。可不是嘛，以往的胭脂干巴巴的，哪有这般娇艳欲滴？小哥，你这真是苏老板用的那种胭脂？给我拿5根。这位小姐，咱们这叫口红，不是小人不想卖，实在是做不出来。怎么怕我们给不起银子？此物乃采摘清晨带露水的百花，辅以西域秘制奇膏，历经9981道工序手工熬制，今日只售10支，每支1两银子。1两银子，这成本连3文钱都不到，你抢钱啊！才1两，本夫人要3支。凭什么你先买？我出2两，给我。你那破竹子，我不稀罕。这是10两，这口红的配方，我家主子要了。这10两银子买你这口红的配方，够你这叫花子吃一辈子了。这位爷，别说10两，就是给我3倍的价格，这配方也不卖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信不信我砸了你的摊子？和气生财，配方真没有。这支口红您拿走，就当孝敬您主子了。算你识相，拿着这现成的东西，城里的老师傅还怕仿不出你的配方？走着瞧。老七，你疯了！真让他拿去仿制，咱们还赚什么钱？没有现代化工的乳化和萃取技术，他就是把全城的胭脂铺砸了，也仿不出来。仿不出来，他们肯定还会来硬的。那帮地痞可不讲理，咱们俩战5着，怎么打？谁说要跟他们动手了？知识就是力量。坊间的师傅说这里面加了妖术，化不开。给脸不要脸，今晚不交配方，打断你们的腿！我周游四海，曾学过一门仙法，今日就让你们见识见识。装神弄鬼，给我打！五雷正法，有妖怪啊！雷公劈人了！兄弟，你真会仙术。这叫来盾瓶，静电发生器而已。不过没电了，接下来咱们得赶紧换个地方。钱货2净，地契拿来。从今天起，这间铺子姓周。2位新东家靠卖那什么主管胭脂赚了点快钱，就以为能做得了这丝织的营生。哼，织布靠的是几十年的手上功夫，你们2个外行来管内行，这铺子迟早被你们败光。别乱动，这可是传了3代的家伙事，弄坏了一根木仙子，10天半个月都修不好。你要干什么？这铺子现在是你们的，可这机器是老孩我的命。这几堆破木头已经没救了。作孽呀！这可是传了3代的祖传织机，你这是砸了大家伙的饭碗啊！老杜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靠这几台破烂，这辈子也别想赚大钱。赚大钱，连机子都没了，拿什么织布？拿嘴吹吗？老杜，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3天时间，要是造不出新机器，这铺子白还给你，一切按你的老规矩办。3天，哪怕是江南最好的木匠，打一台新机子，少说也得半个月。你这是痴人说梦。兄弟，牛我可吹出去了，全看你的了。基础零件勉强够用，3天用不了。架势倒是挺唬人，可这奇形怪状的，真能织布？老杜，睁大眼睛看好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
首次试机启动。这就是你们造的神机，连最基础的走缩都卡死了。老汉，我早就说了，3天造新机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周东家，咱们那打赌你输了。老秦，怎么回事？翻车了？老杜，笑早了。传动比没算错，只是一块固定用的废木叶忘拆了。现在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工业革命。怎么样，老杜？什么叫效率？这就叫效率。经纬整齐，针脚细密，竟然比我手工织的还要结实耐用。一个人同时织4匹布，老汉，我织了一辈子布，做梦都不敢这么做。老杜，打赌可是你输了，以后这工厂的技术，秦川说了算。我认输，秦老弟是神人。可是你们看这布，咱们用的是劣等纱，织出来的是粗黄布，又黄又硬，还刮肉。这种布穷人家买不起，富人家根本连看都不会看一眼。你们织得再快，织得再多，进不了富人门，最后也是烂在仓库里。谁说我要直接卖黄布了？秦老弟，你弄这一缸生石灰和草木灰的浑水是要干啥？哎呦我的天，这可是刚下机的新布，全毁了，全毁了呀！这布不仅白得刺眼，而且比最上等的棉布还要柔软结实。化学漂白法去除了纤维里的杂质和色素。走，拿去前面卖。天哪，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白的布，比冬天的初雪还要白。这布好生柔软，做里衣最合适不过。掌柜的，你有多少？本夫人全包了。还有夫人，您真有眼光，这可是独家秘法漂洗的天山雪缎，目前全城就这一匹。既然您都要，这价格嘛，得翻1倍。翻1倍算什么？只要货好，银子不是问题。给我包起来。别急，给我留2尺！我出双倍价钱，先给我裁！各位乡亲父老，安静！白布已经全部售罄，想要买的一律交定金预售。东家，您喝口茶润润嗓子。老杜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东家，老汉我服了。打今儿起，您和秦公爷指哪儿，我杜万山就打哪儿，绝无二话。掌柜的，你家那白布确实好，我家夫人穿出去风光极了。那怎么，夫人还要加订？白布虽好，但城里其他的夫人也都派人来抢着订了。我家夫人马上要参加知府夫人的宴会，她问你这儿有没有更特别的布？要那种一穿出去能让其他夫人全都黯然失色的布，钱不是问题。姑娘放心，回去告诉夫人，3天后我给她一个天大的惊喜。老秦、老杜，来大活了！知县千金要一种能让所有夫人黯然失色的布。要说最尊贵的布，那只有籽料了。古语云：“紫气东来，非达官显贵不可穿。”可是这籽料贵得吓人啊，而且极难固色，洗凉水就花了，根本留不住。越贵越好，越容易掉色，说明越稀缺。老秦，这活你能接吗？人工合成紫红色素，化学固色。给我3天时间，我染出皇帝都没见过的紫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秦公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啊！皇帝都没见过，那是僭越。东家，你要干什么？8字还没一撇呢。连名字我都想好了，这种紫就叫帝王紫。挂出去，开启至尊 VIP 预售。东家，您知道这正宗的籽料有多难弄吗？这可是要雇海船去深海寻那种极其罕见的螺蛳，你看着才这么一点儿，可前前后后要耗出数千份染料原料，还得忙活大半个月，最后才能得到这么指甲盖大小的一点紫色染液。
这东西1克就值10克黄金啊！咱们哪来的本钱去弄这种金贵玩意儿？那是古代的生物提取法，费时费力，还产量低。老杜，时代变了。这是我用化工方法重新配出的合成染液，整整1缸，纯正的紫色染液，而且自带美染剂，绝对不掉色。老秦，这1大缸得花多少银子？几把草木灰，加点随处可见的矿物盐，发生下化学反比，成本嘛，几乎为0。废话少说，周老板，准备好迎接你的帝王子了吗？各位看官，大楚王朝第1绝色帝王子，水洗不退，日晒不白，好俊的颜色。周老板，这布怎么卖？1尺10两银子。10两？你抢钱啊！咱们老百姓1年到头也攒不下2两银子。黑心奸商，想钱想疯了吧？10两，这么纯正的籽料，在京城100两都买不到1尺，你这10两还嫌便宜了？我家小姐要2丈，这是200两银票，我出15两1尺，给我见财！东家，现货全部售罄了，外面还有30多位贵人排着队要交聘金，拦都拦不住啊！老秦，那缸紫液你花了多少本钱来着？草木灰加点盐矿，成本不到100文。兄弟，你这哪是化工系毕业的，你就是个活着的印钞厂啊！东家，不能再收定金了，帝王子的订单已经排到3个月后了，咱们就1台机子，秦老弟踩看板踩的鞋底都快磨穿了。到嘴的肥肉哪有吐出去的道理？老杜说的对，产能完全跟不上。现在的问题不是卖不掉，是根本做不出来。那就扩产，买下隔壁的2套院子，招人造新机器。买院子，可是咱们账上的现银全用来买原材料和发工尊了，哪来的钱扩建？谁说没钱？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？那是客人买布的预售定金啊，布没交，这钱不能动。迂腐，在现代这叫融资，用客户的预售定金当扩产资金，粮草未动，银子先行，用他们的钱建我们的厂。工厂规划图我早画好了，织布区、漂洗区、印染区、工人宿舍、流水线作业。东家，你这是？从今天起，这里不叫布庄，叫工厂。梁福这个老阴天，玩不过营销就玩垄断是吧？居然派人把临城县和周边3个县的纱线全买空了，1根线都不给我们留，这特么是想把我们活活饿死。东家，别骂了，骂有什么用啊？良记商行本来就是临安县最大的纱行，他要卡咱们的脖子，咱们就是拔了牙的老虎。整个库房就剩这些以前剩下的废棉花，可咱们这是织布厂，没有绑好的纱线，这些棉花根本上不了机呀。这帮古人真把老子当软柿子捏了。现在去外省调纱，最快也要半个月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没有纱，我们就自己纺。秦老弟，你当纺纱是变系数呢？1台纺车1天才纺多少线？咱们几10台大织机等着张嘴，就算现在去招几百个纺娘也来不及呀。谁说我要用纺娘啊？大清早的，开干！秦老弟，你这搭的是纺纱机还是工程车？你看好了。这纱比城里纱行卖的还细。当然，人手纺纱粗细不匀，机器转速恒定，出来的纱自然一样粗细。1台这个能顶多少纺娘？8根钉子同时出纱，1根钉子的速度是手纺的4倍，你算算。30个。1台机器顶30个纺娘，秦老弟，你不是在说梦话吧？你看我像睡过觉的人吗？东家，快来看！看什么？梁福又来堵门了。
秦老弟他造了个怪物。这什么玩意儿？珍妮纺纱机改良版。珍妮是谁？一个你不认识的英国人的老婆。别管了，你看效果。一台顶30个仿娘，30个，我亲眼看的。那我要10台，不，20台。20台？你疯了！我一个人造也就花了3天。谁让你一个人造了？老杜，在。叫上所有木匠，秦川画图纸，你们照着做。3天之内，我要20台纺纱机全部就位。20台，那就是600个仿娘的产量。梁府买空了全城的纱，他觉得我们就只能干等着。他忘了一件事，纱是棉花扫出来的。他买空了纱，可他买不空棉花。全城的废棉，棉花田里刚摘的棉，库存的陈棉，全给我收过来。别摸，看图。飞轮直径误差不能超过1指宽，超过了就不匀。顶杆必须用硬木，软木扛不住转速。明白了，秦老弟，这东西要是真能造出20台，不是要是，是一定。棉花到了，城外3家棉农的存货全包了。秦川，给梁福放一个大惊喜。梁福老板，你不是买空了全城的纱吗？该我们还手了。东家，咱们这次收纱，银子压得太狠了。狠？周野没纱，帝王子就交不了货。他今天不来求我，明天也得来。那价格翻1倍。东家，不好了，周野的工厂又开工了。他哪来的纱？不是买的纱，他们自己纺。东家，照这个速度，断供前欠下的货2天能追回来。20台一起转，慢不了，就是轴承还糙，再快会发热。够了，先把梁福那张脸打肿，精修等下一版。关门口告诉所有棉农，现银结清，不赊不托。你这是要绕过纱行直接收棉？梁福掐的是纱线，那我就把中间那一段整个吃下来。老张，你家的棉不是一直送我们纱行吗？你们压价还赊账，周东家加1成，当场给银。梁老板知道了，不会让你好过。生意场上吓唬供货商，梁福就这点本事，棉进来，纱出去，不当天上机。以前纱行吃的差价，从今天起我们自己吃。你这不是买棉花，那是什么？你是把梁福的饭碗连桌子一起搬走了。他先掐我脖子，现在轮到他喘不上气了。东家，收纱的钱有一半是借来的，再压半个月，利钱就要翻上去。还有城外3家大棉户，刚才把明日的棉也送周爷那边去了。我买空全城的纱是要卡他的命，结果他连纱都不买了。周野，你以为有几台破机器就能坏了临岸县的规矩？来人，备礼。给谁？陈县令。这才叫真正的盐。咱们以前花高价买的那些黄不拉几、苦哈哈的东西，简直就是吃土。古代的制盐工艺太糙，里面混了太多杂质，纯度低，吃起来自然又苦又涩。我不过是加了点过滤料，做了个简单的重结晶提纯罢了。简单，兄弟，你知道这种品质的盐在古代意味着什么吗？顶级的调味品啊，还能是什么？拿去酒楼肯定好卖。卖？你敢卖一个试试？盐铁专卖，官府绝对垄断的买卖。咱们要是敢私自卖1两，那就是犯私盐，是杀头的死罪。这东西要是运作的好，比咱们的帝王子赚钱1万倍，但只要走错一步，也危险1万倍。在古代，私自贩卖这玩意儿，只要跨过这条线，就是诛9族的死罪。咱们就算有10个脑袋都不够砍。那怎么办？费这么大劲搞出来的技术，就当个看客，这可不像你周老板的作风。谁说要当看客了？咱们不碰盐的买卖，咱们卖方子，卖给官府。你想让知县当我们的保护伞？纠正一下，
不是保护伞，是合伙人。他们有严正的合法垄断权，我们有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提纯技术，强强联合，各取所需。一个卖布的商贾也想见知县大人，大人公务繁忙，哪有空见你？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师爷别急着赶人，劳烦您先尝尝这个。这真是盐，怎么可能一点苦涩味都没有？比皇宫里用的青盐还要好上100倍。烦请师爷通报一声，就说临安县商贾周野要送知县大人一座取之不尽的金山。坐我后头。看到没有？朝廷催缴赋税的文告，一天发3道，催得紧啊！可我这临阳县地薄民穷，穷得叮当响，本官拿什么去交差？欧爷，私制精盐，你可知这是杀头的死罪？大人明鉴，草民一不占盐田，二不犯私盐，怎么能叫私制呢？草民只是在帮大人把咱们临安县的官盐变得更好而已。草民负责出提纯的技术和人工，大人以官盐的名义正大光明的售卖，利润7/3分。你胆子不小，竟敢要7成？不是大人您7，草民只要3成。大人拿着7成利润去交朝廷的赋税，去养县衙的官差，而草民拿剩下的3成去养活工人，扩建工厂。如此一来，大人在朝廷面前有了耀眼的政绩，官运亨通。而草民在民间有了大人这座最稳固的靠山，大家各取所需，岂不美哉？你这年轻人倒真是比本官的师爷还会算账。从明天起，临安县官盐提存的事由你全权负责，但本官有一个条件，帮本官把那个仗着州府有点背景、天天抗税不听话的梁福也一并收拾了。知县居然跟那2个来历不明的叫花子穿一条裤子了，连官府的盐局都包给他们干，这他妈还有没有王法？东家息怒，俗话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，可咱们这临阳县的水，对付县太爷终究是太浅了。要整死他们，咱们得去州府找更大的靠山。老秦，有了知县这块金字招牌罩着，咱们接下来就可以彻底放开手脚，大干一场了。沙县解决了，盐也铺开路了，下一步做什么？做一款这个时代从来没有人见过的绝对奢侈品，一个能看穿一切的东西。东家砸了那么多钱建窑，就烧出这么个丑玩意儿，这就是尽管是你说的能看穿一切的东西。加炭，把风扇拉到最大，温度还不够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是水还是万年不化的冰？可它怎么是硬的？不是水，也不是冰，这叫玻璃，是烧沙子烧出来的。沙子，就是咱们脚底下踩着地上随便捡的沙子。老杜，沙子确实不值钱，但这玩意儿只要做成这么一个杯子，拿到州府去，最少能卖50两银子。如果把它背面镀上水银，做成镜子，100两起步，那些贵妇挤破头都会来抢。要是把它做成大块的窗户，那就是全江南有钱人的脸面。兄弟们，接下来咱们卖的不是杯子，是整个透明时代。原来我竟是
长这个样子，如此澄澈，真如神物一般。周老弟，你这作坊里真是藏龙卧虎，这桌上的杯盏，还有那面镜子，本官全要了。大人能看赏是草民的福气。来人，赶紧给大人用最好的锦盒包起来。这大轮子带着小轮子，大油转1圈，小轮正好能转4圈，连杆也就推拉4次。你是怎么算准了它们边缘齿牙的数量，让它们咬合的这么丝毫不差的？你看得懂机械咬合？我从小就爱拆些机巧玩意儿，家里的门锁、纺车，甚至外头买的木牛流马，我都拆开重装过。这机器虽然大得多，但只要数对了齿数，理是一样的。在我学手艺的这家乡，像你这一眼就能看透机械的人，我们称之为工程师。哟，老秦，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。怎么，咱们的大厂长看上县太爷的千金了？哼，别瞎扯，我只是有些感慨，在这个时代，居然能遇到一个真正懂齿轮的人。这女孩脑子极好，以后咱们厂里要是造更复杂的东西，说不定真能用得上她。我的亲娘老天爷！妖法，这绝对是妖法！没妖露露没打紧，这水怎么会自己流出来？大呼小闹，成何体统？厨娘大姐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妖魔鬼怪？这不是什么妖法，这叫高度差产生的水压。咱们把水箱建在最高处，只要管子通到低处，借着这落差，水自然就会有一股巨大的力气自己挤下来。亲兄弟，若是能把这套机关布满整个临安城，让全城百姓足不出户就能用上活水，光凭这一项前无古人的造福之举，本县这临安绝对能稳坐江南第1县的交椅。大人说到点子上了，这事儿确实能办，不过得先解决这管道密封的隐患。黄蜡遇热容易化，遇冷容易裂，长期受水压冲刷，根本撑不了太久。还研究什么破秘方？老秦，出大事了！梁父那老王八蛋从州府把救兵搬来了。完了，陈世安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竟敢纵容刁民，触碰朝廷严政，你脖子上长了几个脑袋？通判大人容禀，下官。通判大人息怒，大人误会了，咱们临安县从来没有私制过盐，这不叫私盐，这叫官盐升级。大人明鉴，草民负责技术，县衙负责督办，而这制盐产生的所有利润，有整整40%。是直接上缴给州府大人们的。若是您能将这种品质的精盐，在整个江南州府全面推广开来，光是这暴增的盐税这一项，大人的政绩足够在吏部连升3级了。你刚才说的40%，是在原有州府盐税的基础上，额外多给我们的40%。有点意思，你继续说。我的老天爷，这也太甜了吧！比最上等的野生蜂蜜还要纯粹100倍。什么糖能白成这样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老头子，我活了大半辈子，就算是给皇上进贡的糖，那也是黄褐色的，糖怎么会是白色的？古代的红糖、黑糖熬制工艺太粗糙，里面混了太多无法分离的杂质，吃起来口感自然发苦发涩。我不过是利用了脱色吸附的原理，把杂质全去掉了，剥开那些泥沙，留下来的当然就只剩下纯粹的甜了。兄弟，
你想过这玩意儿在现在这个时代意味着什么吗？咱们之前的口红赚的只是女人的钱，帝王子的布料赚的是穿衣的钱，精盐赚的是人吃饭的钱。但是这白糖，你放眼天下，上到紫禁城里龙椅上的皇帝，下到街边讨饭的乞丐，谁不爱吃甜的？就这一碗糖，足够咱们兄弟俩在这大宁朝再建10座最大的工厂。东家，梁府来了，就他一个人站在台阶下面，连个跟班都没带，看着跟要饭的似的。要饭的，走老钱，咱们去看看临安首富今天又要唱哪出。哟，梁大掌柜，今天出门没带你那8抬大轿，腿脚还利索吗？周老板，以前的事儿是梁某狗眼看人低，不识泰山，彻底走了眼。如今州府的刘通判都成了您的座上宾，我梁某日在临安县的人脉算是全断了。仓库里那些高价收来的纱线烂在手里，根本卖不出去，商行的资金链已经快撑不住了。梁某愿意把梁记商行名下所有的销售渠道和人脉关系全部交出来，并入您的体系，只求周老板高抬贵手，给个合作的机会。走眼，梁掌柜，当初你砸重金买空全城纱线，想要死死卡住我脖子让我破产的时候，那雷霆手段可毒辣得很，一点都不像是一时走眼啊！是梁某该死，只求东家能赏口饭吃，达成合作。合作，梁府，你现在拿什么跟我谈合作？我要的不是合作，我要的是吞并你的商行、你的渠道、你的人脉，从今天起统统归我。至于你吗？来我的厂里当个领月钱的打工人，替我管账。老周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直接让他破产滚蛋就算了，把他这种毒蛇留在身边当掌柜，是不是太狠也太危险了？在商场上，对手跪了，你不趁机榨干他最后的剩余价值，等他喘过气站起来，背后捅你的就是致命一刀。好，梁某愿供东家差遣。欢迎加入，梁掌柜。东家，账算出来了。不过咱们这产线要是再这么招人扩建下去，临安县一半的壮劳力可都要跑来咱们厂里干活了。好事，只要能赚钱，把整个临安县都招进来又怎样？人多力量大，咱们只管甩开膀子干就完了。这账本是下边人报错了吗？一个小小的临安县交上来的商税，居然超过了其他5个县的总和。临安县什么时候冒出来这么一号只手遮天的人物？一个小小的布商，他交上来的钱，居然比本府手底下把持的盐运还要多。大人，这周爷可绝不简单。据下面人来报，听说现在临安县里，他不仅卖布，还有纯白无瑕的精盐，甜如蜜的白糖，甚至还有一种亮如冰块，能把人照得纤毫毕现的稀罕物质，叫玻璃，全是他那一个厂里搞出来的。有点意思，一个小县城出来的暴发户，手里攥着这么多聚宝盆，竟然比本府还有钱。来人，北郊，本府今天倒要亲自去临安县看看，这个周爷到底长了3头还是6臂。不去县衙，直接去周野的工厂。
这些奇巧夺天工的东西，全是你们2个人做出来的？回大人的话，技术是秦川的，但这门生意是草民的。本府做官20年，阅人无数，却也从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奇才。只是这么庞大的产业，这么多聚宝盆，委屈在临安这么一个小小的县城里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大人的意思是，搬到州府去。本府会亲自下令，给你们在州府划地建工坊，规模给你们扩大10倍。有本府坐镇，江南地业没人再敢动你们分毫。搬过去，搬过去，我们就是知府养的金鸡，他想什么时候杀就什么时候杀。核心技术一旦落入他手里，我们就全完了。可是不搬也不行啊，那可是知府大人。俗话说，破家的县令，灭门的知府。硬顶知府，咱们这厂子明天就得被封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老杜说的对，不搬也不行。硬顶知府就是找死，在古代，权力碾死我们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那到底怎么办？难道真把咱们的心血拱手让人？搬一半，搬一半。对，我们在州府开个气派的大铺面，设分号，把最贵最好的货全摆在那儿卖，把大把的银子送给知府看，让知府面子里子都有。但是，核心的窑炉、机器、配方，必须留在临安，一根螺丝都不许动。你把知府当傻子糊弄？你确定知府会同意只设个分号？他会的，因为我要给他看一样东西，一样他绝对拒绝不了的东西。瓷砖。周爷，你们拆了本府的偏房，折腾了整整3天，就为了在墙上贴着一层滑不溜叽的破砖头。大人，砖只是个皮相，真功夫在后头。这水温，水流顺畅，连个泥点子都挂不住。这是仙人的居所吧？大人要的气派场面，草民一样都不会少给。但这铺设瓷砖、接管烧水的活儿，全靠临安厂里的老师傅盯着。离了临安的窑炉和师傅，这水可就热不起来了。随叫随到也成了一句空话。你这小子拿个洗澡的池子来堵本府的嘴。州府的分号，草民保证，它是整个江南最大的铺面。厂子不用搬了，外头的人死哪儿去了？去后院多加2根柴，再给本府烧1桶热水来。赵大人，半个月，江南36处盐口，粗盐销量跌了4成，水路上的兄弟们快掀锅了，你是不是该给个交代？方总管，这事本府也在查。不用查了，临安县、周野、秦川，这上面连他们有几台机器都写得清清楚楚。大人歇着吧，这2人我亲自去办。东家，码头的货船全被扣了，连人带货一个都没放回来。谁扣的？州府的人？是盐帮，方千里带人进城了，离咱们这条街不到2里地。古代的盐帮，这可是几万人靠水吃饭的黑社会，硬拼我们连塞牙缝都不够。禁盐这条线要停吗？停，咱们正好缺个运全江南货的渠道，这县城的镖局自己送上门了，哪有往外推的道理？你想招安盐帮？这叫资源重组，收不了他们的命，那就收他们的心。就是这儿。周老板，半个月，我水路上2000号兄弟快把锅底刮穿了。2000号兄弟，你在这吃肉，连口汤都不给我们留，真当江南的刀都不开刃是吗？旧锅破了，我这不是给总管新打了一口纯金的吗？尝尝桌上右边那碗。好东西，这下省事了。人我带走，方子留下。
这口金锅以后就是我盐帮的传家宝。带我走，方总管。就你们水寨里那些漏风的土灶台，也配端得起这口金锅？你信不信？只要我手里这把刀再近半寸，你就会哭着把方子一字不漏的写给我。那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只要踩死脚下这个阀门，这几百度的高温蒸汽能瞬间把咱们全烫成肉泥。压情、密封圈、结晶温差，全在我的脑子里。差半度过后，熬出来的就是毒盐。你绑了我们，带回去的只会是一堆索命的废铁。你大可以试试，是你的刀快，还是我的阀门快？破你志，路我走，少一个大子儿，我平了你的场，5-5分。成交。老秦，快，搭把手拉我一把！我这2条腿怎么一点知觉都没有了，完全不听使唤。你自己站起来，没看这茶壶一直往外泼水吗？我连个杯子都端不稳了。洪家，老秦，我老杜活了60年，从来没见过银子能像江水一样往库房里灌。江北的白糖，江南的银盐，全天下的玻璃和布匹，整个大黎朝1半的现钱，现在全压在咱们这100亩地皮上了。老杜，你算盘打得精，你帮我算算另一笔账。知府手里有多少带刀的衙役？江南驻军有多少兵马？东家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在这大黎朝，没有铁甲和刀枪护着的银子，叫什么？叫肥猪。咱们现在就是皇帝案板上最肥最亮眼的那头猪。所以，商业垄断已经做完了，下一步你是打算造反，还是打算组建私军？硬碰硬是下策，我们不掀桌子，我们要直接坐到主位上。你想拉当今圣上入伙？圣旨下，江南商贾富可敌国，着江南道巡查使靖安王萧承远带兵即刻南下。老秦，起风了，那就让他们看看现代工业的龙卷风到底有多硬。